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中阶指甲第2季第4集。好，这一集我们要来谈前置要如何才能不伤害指甲跟指缘。哇吼，一听就知道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没有错。所以我们等一下有好多的细节要和大家分享。第2季其实是衔接于第1季的，第1季呢是假设客人已经做了一次指甲，几个礼拜后回来我们店里面要来做卸甲重做啊，并且要做艺术指甲，所以第2季因此而展开。如果各位没有看过第1季的话，赶快点荧幕上的连结，或者是下面说明栏的连结去看一下第1季，把第1季先学完，再来学第2季，以免会承接不上哦。在第2季里面呢，我们等一下要开始的是前置啊，后面还有很多集理论课程以及一大堆实作课程等着各位参与我们的旅程啊。甲床后端一圈红色印子，哇！简单说就是甲床上面一圈红色。很多人在外面做了指甲之后呢，就私底下发照片来问我，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来，我们再一次来解决哈。那基本上甲床上一圈红色有可能是客户的撞击，因为指甲变长了之后，他习惯还没有改，用指甲的角度还没有变，所以说比较容易凹到真指甲，再加上人造指甲比较硬。所以说它会保护住前段的指甲不要被凹到，所以它刚刚好凹折的时候就会折在真指甲跟假指甲交界处就是我们凝胶的末端，呈现一个红红的状况。来看一下图片这边交界处就有一点红红的一圈，这样子还蛮明显的其实每一只都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状况呢，由于它是客户造成的，所以实际上它不会持续到下一次。我们看下这个例子，它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红圈的，然后到了这一次做，有装出一个红圈，有可是到下一次的时候又没有了之后卸甲之后也没有，那就表示其实这是客户撞出来手指头底下面的指肉有点红红的样子，这是客户的问题接下来也有可能是什么美甲师操作不当严重了那就是前置作业的时候呢，它的器械有刮伤例如说它可能用磨棒可能磨机去卸除指甲，或者是它去清理指甲表面污垢的时候呢，因为工具太差因为角度不正确而伤害到了客户的真指甲。那在我们你宝贝在我们这边其实发生的状况很少，所以我找不到照片可以给各位看。我们找一个被他电破坏的例子。这个客户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他之前是已经被他电破坏过了，可以看到他的大拇指上面都是凹痕，然后红红的，而且都是凹痕。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今天做凝胶盖上去之后这个损伤的痕迹会持续存在。可以看到它指尖前面还是一圈它长长之后呢，长到前端还是有这样子的颜色。一旦你磨到客户的真指甲之后，那个痕迹是会一直随着你指甲一直往前推的。这很严重所以把客户的指甲破坏过一次之后呢，至少会留个1-2个月这是大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要避免这种状况。处理指甲表面的工具，基本上我们在做指甲前的前置作业包含了卸甲啦或者清理甲面，我们可能会用到像是磨棒或磨甲棉、磨甲的磨机或者是磨甲的磨头，可能会遇到的动作包含了卸甲跟甲面去角质这些部分都有可能会伤害到客户。在我们实务上的经验里面，我们都建议大家选择当时最好的磨机、最好的磨头、最好的磨棒千万不要省这个钱，以免造成更大的问题。如果说呢，各位想知道我们使用什么磨机的话，我们之前有开箱过，目前我们用了10年的磨机，我们非常推荐。我们没有在卖，可是还是诚心推荐，是好东西通常来说选购顶级器材是最省时间跟资源的，因为当我去和不好的器材去妥协的时候，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成本，还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去想办法避开它的缺点。所以在我们这个教学的范例里面，我们是假设各位都使用顶级的磨机、顶级的器材、顶级的磨棒。另外呢，我们等一下教的所有的技能同样适用于处理指甲表面，也同样适用于卸甲，它属于比较进阶的一个小小的手法。那如果各位还没有学过前面第1季的内容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在第1季第4集的时候有教过各位如何清理甲面，里面就有讲到基础的手法。好，上面的连结下面的说明栏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漏包甲的应对。
什么是肉包甲？这是专业术语啦，指的是说这个客户的指肉是松松软软，健康没有异状，可是他指甲周围的肉是比较多、比较肉的，那个俗称肉包甲。像是我们老板娘的手就是肉包甲，左边就是她的照片，当然各位一定看不清楚，没关系。好，我现场抓一只手给你看，嘿，这就是肉包甲，就是它的旁边的肉比较多，有没有看到？有，这是肉包甲啦。处理肉包甲的时候，我们要先把指甲旁边的肉先剥开，再去处理不可以直接应用，不然的话呢，可能会磨到指缘的皮肤，造成客户皮肤很不舒服的现象。这部分算是比较简单的技巧，我们等一下实际示范的时候呢，把它包含在扇形甲来做解说。好，扇形指甲的应对。指甲越长越宽，就是所谓的扇形。扇形的特色就是指甲前端的指甲又扁又软，所以说在扇形的那个部分要避免施力过大，不管是磨棒也好，磨机也好，都要注意的用力，以免不小心指甲很软对吧，挖下去导致指甲受伤另外呢，扇形指甲的人，他指甲下方的指肉也比较肿胀，所以说在处理的时候要轻轻的把他的指肉先往旁边拨开来。太困难听不懂没关系，我画了可爱的图来跟大家解释。这是我画的没有错。有些人会说怎么画得这么难看？为什么这么难看？因为很多人盗我们的图啊，我故意画得这么难看，让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再盗嘛，气死我！来，这个左边是从上面看那这个右边那个是从这样子看，这样子看。扇形指甲前端的指甲是很扁平，是很软的，所以不管是卸甲也好，还是处理表面的脏污也好，扁平指甲的旁边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要特别轻，不可以太大力，尤其是当你觉得它往下凹的时候，要赶快停下来，不要磨受伤了。另外呢，扇形指甲的指缘周围通常都比较肿胀，所以要先把指肉先剥开来再做处理。讲到这边，如果各位对于扇形指甲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话，那赶快我们之前有拍过这样子的影片，也写过这样的文章，上面的连结下面的说明栏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接下来扇形轻甲面实作，我知道刚才讲的好像有点困难，没有关系，我们把镜头拉到现场，请 Peggy 老师示范一下，扇形指甲还要如何处理甲面。客人刚好是有扇形指甲以及飞甲，那我先帮他把后端的干皮先推收，然后等一下来为大家示范后端的老废角质要怎么做处理。那我们开始咯。首先我们先讲解到扇形指甲。扇形指甲呢，指甲比较扁平，往外扩，所以呢它指甲就会比较软。那你这时候呢在使用扫具的时候要小心的控制力道哦。再来就是说它的指缘周围是会比较肿胀，包覆的指甲可以看到它比较肉包指甲。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剥开再来做处理。那我们用中指来讲解好了，中指比较明显一点。好，就是把它剥开，然后轻轻的帮它做去除。那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两侧比较外扩，所以一定要帮它把旁边的皮肤剥松哦，剥松了才好处理，才不会让客人觉得不舒服。一样剥开哦。好，这个就是扇形指甲处理老废角质的方式。那我把它清干净，让你看到。它清完之后呢，旁边就非常的干净了。那因为呢，扇形指甲两侧会很容易漏掉，所以有时候可能需要再次处理。好，飞甲翘甲的应对。指甲越往前长就越翘，甲型呢一直不断的往上延伸，就叫做飞甲。这样子的指甲的特色就是它指甲的表面并不是像一般人一样微微的往下哦，
它是往上翘的，所以指甲中间就有个凹陷的空洞。因为空洞的存在，所以器械就容易刮伤指甲的后端。像我们左边就是一个飞甲实际上的案例。那么我们再详细解说一下，这就是我画的飞甲图。那黑色的是指甲飞甲，指甲往上飞，因为指甲往上飞，所以它的中间就会有一个凹洞。所以当你使用器械或是你使用磨棒去磨它的时候，来磨棒，你会发现，因为这个凹洞的关系，使得你的机械不能够贴着这个指甲去处理。所以如果机械去正面去施力的话，那么就会刮到指甲的后端。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步，我们不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去直接处理指甲的表面，必须要转动客户的手指头，把它转到旁边去，变成侧面的方式来处理，避开翘起来的前端指甲，并且呢，通常磨棒或磨头有呈现45度的角度斜切进去处理，从旁边来做一个处理，这样才不会伤到指甲。讲到这边，如果各位发现飞甲是什么还是不懂的话，没关系，前面也拍过这样子的影片，也写过这样的文章，点进去看一下。飞甲轻表面实作。讲到这个飞甲轻表面真的很困难，刚刚那个图片其实也很难解说，没有关系，我们一样请到国际级的知名导师 Peggy 老师来为大家做教学展示。那我们就那接着呢，我们来讲解刚刚有提到的飞甲。什么叫飞甲？从侧面看就是往上翘，指甲往上翘的意思。好，那我们在施力的时候要注意要跟着指甲的生长方向一样往上翘，因为它有一个凹槽。如果你这样平平的去处理它的话，可能会挖受伤，所以你必须要贴着指甲走。像这样子，然后有点微微的上翘，可是那个上翘是跟着指甲的弧度，这样才能够呢让客人在舒适的感受当中呢，把老废角质做一个适当的去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清干净。好，这样就很明显了，有没有？那有时候这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次使用刚刚的那个机器，再把它做去除。但要注意，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往上飞的指甲，一定要注意它的角度哦。那从侧面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是往上翘，所以你一定要微微的贴，而不是像我们平常的这样子，这样就会挖受伤。OK， 好。甲沟发炎的处理。讲到甲沟发炎，我先看一下右边这张图，有没有红的嘞？基本上非常严重的甲沟发炎，我们会建议先看医生。而且如果说真的一定要做指甲的时候，要看指甲状况了。有时候太严重的话，那一只手指头我们可能就选择就先不要做了。而且即使没有那么严重，想要做指甲的话，那也必须要避开伤口，这很重要。像前阵子有网友问我问答刚好放在荧幕的左边。好像他在使用模具推干皮的时候，客户的手就受伤，就流血了。为什么？实物上面来说，客户的状况是很复杂的，所以不健康的手指头或者是指缘，是比健康的手指头还要困难非常多的。是否要帮客户处理，基本上美甲师需要自行评估，要先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然后再做施作。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每个例子我们都可以做，太严重的例子也应该要让他先回去先做调理，先做休养，先做治疗。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这一个例子就很明显，它的指缘边缘是被他自己撕受伤的，看到红红的，还有开放性伤口呢。而且它的指缘前端基本上碰到就出血，所以如果说你在做前置的时候技术不够好，这很容易会出事情。即使前置作业都做得很好，都不会伤到它的指缘，它的皮肤状况也可能会因为碰到了酒精或者碰到了溶剂刺激而产生更严重的发炎。所以这部分要仔细思考如果说你能力不足，就要跳掉，因为处理不佳可能会让他的双手变得更严重。好，那么如何处理这么严重的皮肤状况呢？这个时候就得真的到现场和老师1对1的去做教学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暂时停在这。
前置完美的秘诀。前置要做的完美，要不伤害客户，有3大秘诀。第一个秘诀那就是慢，第二个秘诀就是慢第三个秘诀也是慢哈。如果说你速度够慢的话，那些客户如果会不舒服或抽动的时候，你才感受得到，你才来得及停手，才不会伤到他的指甲或皮肤，所以这个很重要。可是好在实务上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前置太慢的话，当然就不合成本。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美甲师应该要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提升，而且要努力的去练习充分练习。我们在处理客户的时候，能够精准施做，一次到位，一次就到位了。所以即使我慢慢的做，可去做得很精准，不用一直重复补这样子的话，即使我做得慢慢的，可是时间还是很节省。把自己的技术练好，一次到位，重复同样动作并不划算。如果说不小心把客户的皮肤或指甲用坏的话，其实是很得不偿失的。所以找个好老师，好好练习是最重要的咯。深入的专业手法1对1手把手的现场教学，当然是找我们 Peggy 老师啦。如果说没有这么进阶，当然也可以找我们其他的同仁可以来做一个指导。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找皮肤有问题的 model， 然后再配合我们 Peggy 老师，或者说我们其他也非常厉害的资深美甲师们，可以开一个这样子的课程，来让大家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因为很多东西要在现场才学得会，这个要和各位先说声抱歉你宝贝中阶指甲线上课程，我们今天到这边是第2季理论课程，已经上了前面4集了那下一集我们要开始谈颜色凝胶的指甲结构，这是一个很理论然后很困难的课，也很重要，一定不可以漏掉之后还有很多理论的课程以及更多实作的课程，都欢迎各位紧盯着我们，千万不可以漏掉任何一集那么今天感谢各位陪我到这边，谢谢各位，拜拜啦。